最近有美国专家发文称，要小心中国用军备竞赛拖垮美国。美国真的害怕中国搞军备竞赛吗？各位老铁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哥。最近，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刊登了一篇观点非常有趣的文章，名为《通过避免军备竞赛，美国可以对抗中国的崛起》。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名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美军专家，而在文章中，这名美国军事专家提出了一个在美国国内非常少见的一个观点，那就是中国正希望通过将美国拖入军备竞赛来将美国拖垮。这位美国专家在文章中表示，美苏冷战最终以美国的胜利而告终，而中国在总结美苏冷战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时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苏联在冷战时为了维持对美国本土强大的武器投送能力，过度注重军备，结果拖垮了本国经济，导致最终的解体。因此，中国认识到，即使要发展军备，也不能影响到本国的经济。而目前的美国也有着当年苏联的问题，他认为美国不应该和中国进行军备竞赛，维持能够反击中国的军事实力就可以了。如果美国过度地强调对中国的军事优势，大力扩充军备，就会陷入中国最希望美国陷进去的军备竞赛当中，而处于防御方的中国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抵消美国的军事优势，最终美国也将会陷入军备竞赛的泥潭当中去。其实现在的中美之间的局势，很多人也都提到过关于军备竞赛的观点，只不过很多老铁在想到这事儿的时候呢，第一印象是中国一定要避免同美国的军备竞赛，理由当然也是和这位美国专家文章中提到的原因一样，那就是苏联的教训。不过实际上呢，大家其实真的不用太过于担心中美陷入军备竞赛。先不说我国对此相当清醒，不会陷入到军备竞赛当中去，哪怕是退一万步讲，真的有可能进入军备竞赛当中，其实最担心的还真不是我们，而是美国自己。这个可能就和很多人的看法截然相反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很多人害怕中国会陷入到和美国的军备竞赛当中去，无非就是因为当年苏联的解体带给我们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，于是不自觉地将中国带入到了苏联的角色当中去。但是要知道，当年苏联的经济实力或者说综合国力其实是差美国很远的。现在我们经常能听到对美70%论，来源就是当年的苏联巅峰期， GDP 达到了美国的 70% 左右。现在的中国差不多也是这个比例，但是要知道，当年的苏联这个 GDP 对美70%是怎么来的呢？要知道，当年苏联实行的是计划经济，根本就没有 GDP 这个说法。关于苏联的 GDP， 人们是采用的估算的方式进行定义，而对美70%这个数据实际上是根据苏联的发电量来计算的。当年苏联在巅峰时期发电量达到了美国的 70% 左右。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，当年苏联的巅峰期真实的 GDP 大致只相当于美国的 40% 左右。以这样的经济实力和美国搞军备竞赛，不搞到经济崩溃才怪了。而现在中美之间呢，假如按发电量这种最能体现工业实力的数据来看的话，中国在2011年就超越了美国，也是在这一年，中国的工业产值同样超越了美国。而目前的美国和当年也不一样，自从苏联解体之后，美国就在去工业化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了。典型的就要数造船业。目前我们都知道，美国造一艘军舰的成本折合成人民币的话，几乎是我们的6-7倍，和汇率差不多。但是美元的购买力和人民币相比，可远没有这么夸张。美国造一艘护卫舰的资金都够我们造一艘055大驱了。之所以会这样，就是因为美国造船业的衰落。目前全美国的造船厂掰着手指头都能数过来，其中能造航母或者核潜艇的造船厂全都是独苗，连航母的维护保养都要排队。目前的美国造船业可以说就是靠着海军订单苟延残喘，毕竟辛辛苦苦造船可不如搞金融来钱快还容易，大量的造船业人才都流入到了金融领域，
导致现在仅存的美国造船厂，哪怕是用更高的收入、更低的标准，仍然招不够工人。这也导致了美国海军舰艇造价格外昂贵，进而制约了美国海军的发展。而美国的造船业只是美国去工业化后果的一个缩影。这样的美国真的有能力和中国搞军备竞赛吗？显然是很困难的。当然，美国的军工复合体是不会想这么多的。目前我们正常发展军备的速度都已经让美国开始受不了了。因此从观点上来看这位美军专家的看法中，除了把我们想的有些恶意之外，其他的还真有那么些道理。